近日，有居民拍到了一款特别的厢式货车，出现在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从外形来看，这辆车和我们平时常见的民用卡车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就是卡车顶上的那几根火箭弹。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任何标识来表明它是一个军用车辆。很明显，这是一个伪装成民用车辆的多管火箭炮。据多家媒体的报道，这是朝鲜正在向俄罗斯增派的炮兵的一部分，主要用于库尔斯克地区。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朝鲜的这个奇怪火箭炮是怎么来的，以及在战场上使用它为什么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首先，我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出现在俄乌战场上的那些卡车有没有标识？我们怎么能够判定它是来自于朝鲜的呢？其实之所以大家都说这些是朝鲜卡车，是因为之前在朝鲜的阅兵式上，和这些卡车几乎一模一样的伪装火箭炮曾经亮过相。2023年9月9日，朝鲜在首都平壤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以纪念朝鲜建国75周年。虽然大家都知道朝鲜一直以来都是阅兵爱好者，但是这次阅兵不论是规模还是对朝军先进装备的展示都是空前的。这次阅兵除了看上去一只脚迈入现代化的朝鲜步兵以及朝鲜阅兵的乘客又黑又粗的各式导弹以外，还有几样非常奇怪的武器，与这次阅兵整体的先进氛围相比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例如用拖拉机拉着的反坦克导弹和反坦克炮，和今天我们在俄乌战场上看到的伪装成厢式货车的多管火箭炮。其实这些方阵的武器装备比较奇怪也是正常的，因为准确的来说，使用他们的朝鲜武装并不算是真正的军队，而是朝鲜的一个民兵组织劳农赤卫军。朝鲜劳农赤卫军原名叫做工农赤卫队，是朝鲜不脱产的民兵武装，负责边防、海防、守卫仓库、桥梁等重要目标，执行防空、反空降、反渗透等任务，并且在战时配合朝鲜正规军参战。可以说，劳农赤卫军既是朝鲜正规军的补充，也是朝鲜最大的民防力量。这个最大有多大呢？据报道，朝鲜劳农赤卫军目前的总兵力多达570万人。考虑到截止到2023年，朝鲜总人口不过2610万，这个数字可以说是骇人听闻了。不过大家也别感觉太惊讶，劳农赤卫军的庞大规模和它的组织结构是分不开的。朝鲜在每个都郡都设立了劳农赤卫军分部，几乎所有的18到40周岁的男性以及18岁到结婚的女性都是劳农赤卫军的一员。因为不脱产，劳农赤卫军的编制方式也很有意思，它是按照工业企业的结构来划分的。每个大型工厂和企业都相当于劳农赤卫军的一个营的编制，中型企业则相当于一个连。劳农赤卫军分部会根据企业特点或是可能担负的战斗任务，确定这个战斗单位的分工。例如邮电局的赤卫军就可能是通信连，医院就会被分配一个卫生连的编制等等。虽然劳农赤卫军规模庞大，但它只是朝鲜的几个民兵组织之一，而且动员顺序非常靠后。其他民兵组织，例如朝鲜预备役部队、维护内部治安的朝鲜社会安全军等，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动员速度都比劳农赤卫军要快。比较先进的现代化的武器，例如飞机、坦克什么的，朝鲜人民军自己还用不过来呢，肯定不会配发给这些民兵的，更不要说动员顺序比较靠后的赤卫军了。正因如此，赤卫军的绝大部分装备，也就是一些老旧的轻武器，再加上一些轻型的防空炮和反坦克武器等，原则上中等规模以上的工厂和企业可以获得各式牵引火炮的编制。现在大家就不难理解这个伪装成民用卡车的火箭炮是怎么来的了。我们知道朝鲜的炮兵一直是矮子里拔高个，属于是朝鲜军的强项，而火箭炮由于其射程远、威力大、覆盖面广，一直是朝鲜炮兵比较偏爱的武器，尤其是仿制苏联的 BM-21冰雹的几种122毫米火箭炮，更是朝鲜火箭炮部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朝鲜炮兵主力，尤其是170毫米鼓山大炮，在机动和火力覆盖能力都比较弱的情况下，是朝鲜军队更具现实意义的火力支援装备。近年来，朝鲜还有2款大口径火箭炮，分别是300毫米口径的 KN-09 以及600毫米口径的 KN-25， 这2个也是朝鲜阅兵式上的常客。至于为什么朝鲜喜欢火箭炮，和多管火箭炮的特征也不无关系。多管火箭炮发射速度快，短时间内火力凶猛，而且射程也比较远，不需要太复杂的炮管制造技术，除了打得不够准以外，哪儿都好。据媒体推测，朝鲜这些伪装成货车的火箭炮在朝鲜本土防御战术方面非常有意义。一旦朝鲜半岛爆发冲突，这些武器就会借助民用车辆的伪装，自由地四处扫荡，利用火箭炮的优势快速射击，打了就跑。虽然这样的战术既没有前沿火力观察哨，也缺乏先进的数据链通信能力，
所以其准确度必然很差。这些伪装成民用卡车的多管火箭炮，唯一的价值就是扰乱对手的反炮兵雷达，让对手晕头转向，掩盖朝鲜军队的真实意图。但它呢，胜在成本低廉，操作简单，一旦数量多起来，还是非常烦人的。此外，与传统的多管火箭炮相比，这种火炮在道路之外的机动性要差得多，而且目前还不清楚它是否存在防护措施。但从视频上来看，恐怕最多也就是个凯夫拉内衬，防御小型武器和破片。好吧，朝鲜可能没有凯夫拉，但给这个火箭炮卡车加上装甲，其实也算是多此一举。毕竟122毫米火箭炮的射程至少在15公里以上，对于一个打了就跑的货车来说，最好的装甲就是它的伪装。而且就算是遇到 FPV 无人机，朝鲜的火箭炮火车有很大的概率幸存。毕竟不像是坦克和装甲车，无人机不会特地关注普通货车。目前来说，朝鲜为何不将正常的多管火箭炮派往俄罗斯，而是送了个这么奇怪的东西上来？我们只能推测，这是为了测试这种货车多管火箭炮的能力，或是作为某种战斗试验而小规模的部署到了俄罗斯。但是或许是朝鲜网络比较不发达，通信比较闭塞，早在2023年就有媒体报道过，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分子利用改装后的油罐车向邻国叙利亚的反对派发射122毫米火箭弹。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和俄罗斯等国已经研制出了伪装成集装箱的导弹发射器。例如2017年，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就成功在货船甲板上的集装箱里试射了其远程火炮系统。俄罗斯的口径 K 型巡航导弹也可以隐藏在集装箱里，从卡车、火车和轮船上发射。但朝鲜的这些火箭炮火车比以色列和俄罗斯的还要过分。在阅兵式上出现的这些火车，侧面喷涂的是龙岳山矿泉水，而这是一个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品牌。龙岳山矿泉水厂还是当年金正日指导建设并亲自命名的。而这呢，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将火箭炮伪装成民用火车真的没问题吗？朝鲜的这些火箭炮小车能够在俄乌战场上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尚且不得而知。但比起他们在战场上的作用，他们出现在库尔斯克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关心的话题。我们一开始说到，把火箭炮车伪装成民用卡车送上战场，这是一种非常愚蠢且危险的行为，因为这会带来许多问题。第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朝鲜和俄军的这一行为已经违反了国际人道法。好吧，虽然朝鲜确实是世界上最封闭、最孤立的国家之一，在全球性的绝大多数事务上都看不到朝鲜的身影，但是金家治下的朝鲜人民共和国确实是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不论是朝鲜还是俄罗斯，都签署了全部4个日内瓦公约，以及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害者的第1附加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的第37条所述，在交战中假装具有平民或非战斗人员的身份，从而获取被保护的地位的，是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背信弃义行为，属于一种战争罪。而朝鲜人将多管火箭发射车伪装成民用卡车的行为，完全符合这种背信弃义行为的定义。可惜的是，虽说朝鲜军队或俄军违反了国际人道法，存在战争罪的嫌疑，但不论是朝鲜还是俄罗斯都没有签署罗马规约，不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之内，因此国际法对这2个国家的战争罪行为不存在管辖权。而且就算是存在管辖权，国际法院既没有逮捕当事人的武力，仅凭几张图片和几段视频也很难完成对他们罪行的调查取证。就算是上了法庭，也可能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驳回。这是朝鲜和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表现的肆无忌惮的原因之一。而除了法律问题以外，将军事车辆伪装成民用车辆还存在着其他的一些问题。虽然孟子说过春秋无义战，似乎在战争面前谈法律、公理和正义这些道德话题是一件很傻的事情。但国际人道法的出发点是在战争中尽可能的保护无辜的人，为越来越残酷的战争设定一个底线，将战争带来的附加伤害降到最低，防止交战双方从国家之间的战争行为变成种族仇杀和种族灭绝。第2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其实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很生动的例子，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根据日内瓦公约，为了保证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尊重和保护，冲突各方无论何时都应该在平民和战斗员之间、民用设施和军事目标之间加以区别。如果我们把民用物体用于军事目的，或者是把军事目标伪装成民用物体，就会为敌人攻击平民、制造血腥杀戮和惨案提供借口，从而给平民带来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以俄乌战争为例，根据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数据，自2022年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俄军在空袭和炮击中造成12000名乌克兰平民死亡，28000多平民受伤。而俄罗斯那边虽然也会被乌军轰炸，但都是瞄准俄军的战略设施，而不是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和城市中心。因此，截止到2024年底，大约有400俄罗斯平民死亡。
如果乌军不加区分地攻击平民和民用设施，造成的平民伤亡绝对不止这么多，这也会导致国际上的一致谴责。据报道，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向媒体透露，正在向库尔斯克地区增派兵力，而增派的这些朝鲜军人主要负责操作朝鲜火炮和短程弹道导弹，而不是与乌克兰进行地面作战。很显然，从网上的视频我们也能看出，朝鲜军队在俄乌前线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想用伪装的货车来对乌军发动出其不意的火箭炮攻击，恐怕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花里胡哨罢了。